嘿，大家好，我是尼克拉斯杨。今天的故事必须震惊。现在大家直接去美国五角大楼 UF 解密网址 war.gov/UFO 进去，第一张就是一张巨大的黑色三角形 UFO 图。这个是2002年美军在阿富汗格拉姆空军基地目击的还原图。在档案中记载，当时 UFO 出现的时候，仿佛整个天空的星星就像被抹去了一样，非常巨大。网站第二张还有一张黑色的照片，这个是2023年在科罗拉多州发现的。第三张同一架 UFO 在2011年7月也是美军的目击，最后一张又去了2023年。所以这里面就非常奇怪了，为什么总是有一个巨大的三角形 UFO 频繁出现在地球呢？我看完这所有的资料，然后又查了很多古代的经文，发现在释迦牟尼成佛之后，这些三角 UFO 曾经也来过地球，并且直接用时空传送传过来好几万个外星人，说是要拜见宇宙的尊者释迦牟尼，给他请安，还有什么视频通话，听起来的经文中就非常玄幻。还有一个类似外星人的人非常厉害，写了佛经解释这个事情，一切都是有联系的。今天我就给大家详细讲解一下。我们先看档案编号 FBI UAP D024， 这个时间就是发生在2002年6月，这个时候美军攻打阿富汗已经过去了8个月，美军在喀布尔北部的 Bagram 空军基地战机轰鸣，雷达遍布，7×24小时高度戒备。就在那天凌晨4点30分，阿富汗还是天黑的，天空中没有一丝云雾，群星璀璨，非常漂亮。当时有2位美军预备役飞行员训练完之后就坐着抬着头，一边休息一边聊天看星星。聊着聊着，他们2个突然感受到一种毫无预警的压迫感。这时候他们发现头顶上方的光线好像发生了一些诡异的变动天空中有无数的星星，但是逐渐怎么都消失了。他俩定睛一看，有一个巨大的黑色物体慢慢的一点一点把这些星星全部都抹去了。报告中原文是这么写的：一个巨大的物体从西方往东方飞，掠过他们的头顶，该物体呈现出完美的等边三角形轮廓。该物体在完全无声的状态下以恒定的速度和高度移动，速度估计约有150节，没有任何可见的灯光。目击者估算它的物理尺寸到达了约152米，但他们完全无法看清该物体全部的结构。目击者在它飞越头顶的时候说：你看到了那个吗？目击者表示，他们此后没有向任何人再次讨论这次目击事件，也再也没有听到过其他人讨论这次事件。在 UFO 的各种案例中只要是飞行员发现 UFO， 他们都会闭嘴而且一闭嘴都是好多年。因为一旦他们说出来我什么看到 UFO 了，看到什么奇怪的景象，就马上有什么航空局美军的各种的机构去来调查他们，之后很可能会因为他们说什么你是一定有视力问题或者是精神问题，不适合开飞机了，就把他们就这么开除了。所以档案里提到的2个目击者是预备役飞行员，他们还年轻，不想让自己的职业一下终结了，所以他们都再也没有说过。而 FBI 这个笔录是2024年才调查出来的，这个时候距离2002年已经过去了22年。最近我收到很多奇怪的邮件，有人给我投稿说他破解了外星人的资料，其中附了很多秘密文件，结果一打开 Surfshark 就立刻提醒我这是黑客木马。太感谢 Surfshark 了。 Surfshark Chrome 浏览器安全组件使用新功能 Email 诈骗检测器，可以运用 AI 帮你扫描发件人、邮件内容，还有里面的每一个链接。对于我们天天用邮箱收取验证码的用户来说，真的是太安全了。我平常也用 Surfshark 把 IP 地址切换到美国、台湾、日本、韩国，借助 AI 翻译各国资料和新闻。Surfshark 在全球140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伺服器，切换不同国家的 IP 还能拿到线上订阅、机票、饭店优惠价格。在咖啡厅、机场连公共 WiFi 的时候，也不要忘打开 Surfshark， 防止骇客偷走你的个资。现在前往 surfshark.com/NicholasYoung， 输入优惠码 NicholasYoung 就能获得额外4个月使用期限，不限设备，全家人都可以使用，真的值得入手。点击荧幕下方置顶留言或资讯栏链接，下载 Surfshark， 保护好全家的个资安全。感谢大家！我在上一集五角大楼的另外一个故事巴西抓住外星人里面提前讲了三角 UFO 的事情。我们有个粉丝就去我的 YouTube 社区里面留言，大家有什么奇怪的经历都可以在这里留言。他就说在2002年前后，台湾的淡水他也拍到了一个三角形的云彩，非常巨大。
而且这辈子再也没见过第二次。他怀疑这个是不是就是我说的 UFO。 我们看一下照片，看起来就是个云彩，没有特别的。但是接下来我给大家讲这个五角大楼档案编号 D030， 里面就写了这个三角形巨大的飞船，它就是从一种云彩里面出现的，而且它出现的时候还把空间拉了一个口子，非常像从另外一个空间慢慢出现的多维度空间，非常诡异。这个档案的故事发生在2023年10月，一个非常清凉的夜间，8点到9点半之间，地点是美国科罗拉多 Springs。 那天晚上有一个航天专业的人在户外和朋友一起看星星，观察星星。当天晚上也是万里无云，群星闪耀，非常美丽。这个时候他突然看到天空突然有一个非常亮的星星像恒星一样。他就这么观察就想怎么这个星星我以前没有发现过，这么闪。他就想这个是不是飞机啊？但是就在他仔细研究的时候，唰的一下，天空中就出现了一片巨大的三角形深灰色的云彩。出现之后就在空中绝对静止有风这个云彩也不动。他就一直看这个云，突然他又发现这个灰色的云表面慢慢的出现一种像像素化的每个云都是一块一块的，和麦块一样的像素之后这个像素就开始震荡，接着云彩就好像把天空拉了一个口子一样，出现一个传送门之后就有一个巨大的等边三角形从这个像素云和天空之间的口子开始出来，缓慢的移动这两个目击者一下就震惊了，就想这个是时空穿越吗？他们就接着看，最先穿透云雾边界的就是一个三角形 UFO 最前部的尖尖。它出来的时候，这个角里面有一个散发出恒定的弥漫着暗红色的光源。之后整个飞船就逐渐的驶出像素云，船身就在他们的视野中成倍的扩展越来越大，慢慢的放大，最终就完全脱离了这个像素云，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黑色的等边三角形。他们说这个星空中可以看出来它就是一个完美的等边三角形，而且是纯黑色的，每一个角上面都有一个明亮的光源，散发出暗红色的光。档案就记载，他们就说这个三角形的飞船大小是一个整整的美国那种非常巨大的停车场那么大，而且这个飞行器的厚度至少有3到5层高，距离地面至少有1000多米。就在这个飞船从多维空间里面全部现身之后，他们就看到它的表面就逐渐出现一层层的波动的震荡的一样的波纹看起来就像夏天暴晒后的这种马路有一种这种海市蜃楼的感觉。这个时候这个 UFO 还是静止的，但是突然就从静止直接加速到2马赫超音速状态。战斗机可以加速到2马赫，但是一定会出现音爆。但是这个三角 UFO 全程加速没有出现任何声音，周围也没有任何味道就这么突然加速，咵一下飞走了。而且飞走之后突然又进行了一个90度转角直接叉这样走的，它不是这么绕的90度是这样子的，完全是违背地球的物理法则。看完这个景象这个目击者一下就这个震惊了，赶紧打电话给太太说我见到了异象。然后他太太就说你这个声音怎么像机器人一样，完全不像人类。所以从这个档案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这个黑色的等边三角形宇宙飞船，它很可能就不是从什么几百亿遥远的宇宙这么花了好几百年这么飞过来的，它是利用了某种技术，从宇宙的另外一个地方直接进入高维度，然后再穿过来直接进入了地球这里的，所以会出现像素云、天空裂口这种的传送门之类的。等到他们来到了地球，就可以直接这么快速的飞走就有了第二段，突然加速到什么2马赫、3马赫，高速飞走，就是这个逻辑。否则前面的像素云这么慢慢的飞出来是无法解释的直接开过来停着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这么穿出来？所以这个外星人真的可能是一种超越宇宙空间的能力，这个我也是有证据的。就是在美国陆军情报部门有一个上尉代号 Skip Atwater， 他就是曾经美国星门计划专门招募有类似释迦牟尼的天眼通、天耳通的人，美军称这些人为遥视，而他自己也有类似的能力，但是不稳定。
他在有一次采访的时候就说，他曾经就进入了一种什么天眼通、神足通的状态，直接进入了外星飞船，然后就问你们是如何来到我们地球的？然后就有一个外星人就说，你们人类应该放弃飞行的想法，这是不可能穿越宇宙的。如果你们想穿越宇宙，你们就可以想象一下类似魔方的样子要像魔方一样转动。Skip Atwater 这个人的经历我还在研究，以后给大家详细讲解，想听的请热推点赞还有一个文件和他有关联，就是 D098 这个文件，里面有很多图有很多线，这个就是在冷战时代1952年美军空军物资司令部拿到军方拍摄美军基地周围出现的 UFO 飞行的影片，这个大家在维基百科里面都可以下载，是真的，叫做1950年蒙大拿胶片和1952年犹他胶片，这个是非常早的由美军拍摄的 UFO 一手资料。我们可以看胶片，当时这些 UFO 在美军基地周围飞行非常快，这个事情把美军军方的高层全部都震惊了，以为苏联要攻击他们，但是他们发现这个速度怎么不像人类的飞船，结果美军就找了一群物理学家们做了一台叫做停震投影仪和什么超精细磨砂玻璃屏幕之类的，然后使用当时的纯手工把胶片的画面无损放大了22倍，之后就用什么高科技的什么物理手段，光度曲线、几何轮廓重构、距离与发光度关联的建模等等的数学和物理各种的什么计算的公式，最终就形成了报告里的各种的图表。结论就是胶片里面的各种 UFO 最大瞬时速度是21168英里一小时，瞬间加速度可以达到1479 G， 之后他们还可以瞬间急停悬浮在空中。大家知道这些数据什么意思吗？1479 G 的加速度是什么概念吗？在地球经典力学中，1 G 相当于地球的1个加速度，人类王牌飞行员只能承受的生理极限是9 G 左右的加速度，超过这个数值，大脑就会因为瞬间失血，眼睛发黑，之后就是死亡。而从结构力学来看，人类最先进的洲际导弹承受可以超过100 G 的过载，之后加速度再高，导弹内部就会直接变成粉末，然后爆炸。所以这个 UFO 可以瞬间加速到1479 G， 而且不发生任何音爆，没有任何尾气，物理结构不发生断裂，并且它们的表面没有出现什么光波、闪光之类的物理折射，叫做光度波动没有出现这些情况，在地球上都是不可能的。而物理学家唯一的解释就是这些 UFO 是可以改变自己的引力，或者是可以改变自己的质量，否则他们就是在另外一个和我们平行的高维度空间中飞行不在地球上，是另外一个维度，之后他们的样子是可以直接投射到地球的天空中的，意思就是他们可以随时穿越于3维空间、什么4维、5维空间之间，然后他们可以来回转换，这个非常烧脑，但是就是这个意思。大家可以看看我之前讲的揭露日影片中不敢讲的故事，外星人曾经也把人类绑架到这种飞船，然后接到母星，然后唰的一下就到了。当时他们怕人类身体受到这种加速度撕裂，然后就把它浸没到一个灰色的液体里面，鼻子和嘴都接上了各种管道这个故事听起来非常玄幻，但是今天看来都是非常符合逻辑的。接着我就研究了一下，如果这些外星飞船现在能来到地球，那肯定这几百年、几千年前它都来过，而且的确古代的梵语经文里面全部都写了。梵语就是非常早的记载，有一种三角形的战车 Vinama 出现在天上，神的战车。现在印度神庙的样子全都是这种的三角形金字塔的样子。而且他们如何来到地球，如何穿越多维空间，然后来到3维的宇宙，佛经里面也写了。现在的人类看佛经都觉得是科幻小说，但是我现在给大家讲一讲你就觉得好像不是那么个样子。我先讲鸠摩罗什翻译的《大智度论》，其中有个卷5，作者是龙树菩萨。这个龙树菩萨他也不是人类，我之后会讲。龙树菩萨在里面说能道有4种，一者身者飞行，如鸟无碍。他的意思就是梵语古经往事书之类的，还有佛祖修炼的神足通就是能道，一下就到了。有4种，第一种就是身体和鸟一样在天空中任意飞行，这个是最低级的，大家都可以懂。更高级的级别，这个穿越是什么呢？就是第2种，二者以远令近，不往而道。这个翻译过来就是你要到达更远的地方，
就是把远的地方移到近的地方，这样你不用去就能到达，就是把空间折叠，把远的空间折叠到我们眼前，然后你这么一走，穿越一下就到了。接着他又说有第三种能道，三者此末彼出，就是从这里消失，在那里出现。然后第四种能道就是最高境界，就是释迦牟尼的叫一念而至。你想到宇宙去哪里，只要你想刷一下一个念头就能到，不用什么空间折叠，不用飞只要你想去哪，夸一下就去哪。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之前讲的释迦牟尼使用神足通去了别的星球讲法的故事，只要他想他就能去。在那一集里面讲的他去的地方很有可能就是海奥华星球，非常像。记载这些经文的在当时是非常高深的哲学，他写的这个作者就是龙树菩萨，而这个龙树菩萨在经文中记载他很可能不是人类。龙树菩萨是被认为在佛陀之后最重要的佛教哲学家，但是他从哪里来的过去的生平是怎么样的，他爸爸妈妈是谁都没有人知道，但是他就是留下了大量的经书。鸠摩罗什翻译的《龙树菩萨传》里面就记载，龙树曾经在年轻的时候他是可以隐身的，而且他隐身之后是进入了王宫去调戏宫女了，然后差点被国王给砍了。之后他觉得这些事是不对的然后就超脱出家了。之后还去过海中的龙宫那迦一族的龙宫而且这个人极为高寿，在《大唐西域记》第10卷《乔萨楼国》中记载，龙猛菩萨善贤要素，参耳养生，寿年数百。玄奘就说他活了数百年几百年，不是100多年，是几百年，数百。他为什么能活这么久？大家可以看一下他所有的雕像还有图画，他的背后都是有蛇的，而有的雕像蛇就是在他的头上，而头上有蛇的在希腊神话中就是美杜莎一族。龙树菩萨的梵语名字叫做 Nagarjuna， 里面的 Naga 就是龙，那迦的意思。所以从这么几千年流传出来的雕像和图画里面来看，龙树菩萨他是有腿的，但是他的名字里有 Naga， 所以他很可能是那迦和人类的混血也是一种外星人。所以他可以知道一些人类不知道的智慧宇宙的秘密，而这些都记载在大智论里面大智慧。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里面解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时就写道，东方越过如恒河沙那么多的佛世界，有一个世界名叫多宝，里面有一个佛叫做宝积佛。这个世界中的普明菩萨看到遥远的娑婆世界突然出现一个巨大的光明，就询问宝积佛发生了什么事。宝积佛就说，西方遥远之处有一个名为娑婆的世界，释迦牟尼佛正在那里宣讲般若波罗蜜。随后普明菩萨带着无数的菩萨出家人，携带来自多宝世界的金色莲花金色莲花穿越无数佛国，来到释迦牟尼所在的世界。这个意思就是在遥远的外星星系每一个星系都有一个佛在守护这个星系，而这个佛叫做宝积佛。他看到太阳系有一个巨大的光出现就带了一群外星人坐着宇宙飞船莲花一样的这种飞船来到了地球见释迦牟尼佛。他们怎么来到地球的？就是使用多维空间穿越。而这一系列的过程全部记载在另外一部经书中，叫做《妙法莲华经》这个莲花什么意思？大家可以想一下。在《妙法莲华经》中第11品叫做见宝塔品，宝塔就是三角形的宇宙飞船。开篇就写，20佛前有7宝塔，高500由旬，纵广250由旬，从地涌出，住在空中，种种宝物而装效之，高至4天王宫。1由旬大约是7到14公里，所以释迦牟尼在讲《妙法莲华经》的时候，这刷一下外星人就来了，他们坐着7座三角形的宝塔，而这个宝塔就不是档案中出现的几百米的侦察船，他们是行星母舰级别，尺寸就是大约是3700到7400公里左右，底座是一个边长1500到3700公里的这么一个正方形，它比圣经启示录中的新耶路撒冷还要大，月亮直径才3400公里。而这些宝塔它们是从地面上刷了一下出现了很多多维度的口子，然后从地面中涌现出来的，出来之后就刷一下悬浮在空中高高的，说是可以到达4天王宫，意思就是进入了太空的大气层。
必须进入太空啊，要不然地球也放不下他们。七宝塔进入了天空之后啊，就有巨大的声音出现：善哉善哉，释迦牟尼世尊能以平等大会教菩萨法，佛所护念妙法莲华经为大众说啊，如是如是，释迦牟尼世尊如所说者皆是真实。他的意思就是啊，正是如此啊，释迦牟尼佛，你所说的一切全都是真的呀，真理呀。当时的人类比丘比丘尼之类的，他就围在世尊的周围啊，抬头一看这个景象，马上就吓懵了就赶紧吓得问世尊：世尊啊，这究竟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会有一些宝塔突然从地下涌出，悬浮空中，而宝塔里面还发出了这样的声音？释迦牟尼就说啊，这座宝塔里面也有一个如来，他是在非常遥远的过去，从这里向东方越过无量千万亿阿僧祇世界，那里有一个名叫宝镜的佛国，那里的世界曾经有一位佛叫做多宝佛，他曾经发誓，如果宇宙里面有人讲解宇宙真理法华经，他就会出现，然后大声赞叹：太好了，太好了。释迦牟尼讲完这些之后啊，这个宝塔 UFO 在天空中飞行之后啊，他们就开始传送这些外星人来地球了。经中就记载，3000大千国土，土地皆震裂，而于其中有无量千万亿菩萨摩诃萨同时涌出，是诸菩萨皆身金色，32相无量光明，现今在此娑婆世界之下，此界虚空中住。这个就是说啊，突然就发生地震了，接着就出现千万个和释迦牟尼一样全身金色发光的。佛经里面说他们曾经是住在虚空中的在娑婆世界之下，刷一下传送过来。每个金色菩萨出现之后，他身后还跟着几万个眷属数量多的无法计算，而且每个人手里都拿着各种的宝物。这个整个场面就和当年的复仇者联盟一样，但是大家不是为了打仗，就是为了带了宝物来敬拜释迦牟尼佛的。拜完之后还不行，因为有些这个外星人他很忙来不了，所以他们就开始视频通话了。24众一佛神力故，见诸菩萨遍满无量百千亿国土虚空。是菩萨众中有4导师，一名上行，2名无边行，3名净行，4名安立行。这段意思就是世尊突然使出神力，这个时候地上的人类一下就看到天上出现很多这个好像虚空大屏幕一样的，而里面全部都是其他星球国土的画面，它景色不是地球。接着虚空中就出现了4个菩萨，叫做上行、无边行、净行、安立行。然后他们就打了类似的电话见了佛祖就问世尊是否安乐，少有疾病，少有烦恼，您教化这些众生有没有感到疲倦？这些众生是否容易接受你的教导？他们有没有让世尊你感到劳累？开始嘘寒问暖了。世尊一听就说如是如是对，挺好的，不累。只是过去有一些修行小乘佛法的人不能立刻理解如来的智慧，不过我现在要让这些人听见我讲这部法华经，引导他们最终进入佛的智慧。然后4个菩萨这么一听就说太好了，太好了，你能让世界上的人类这么做，我们也感到由衷欢喜。所以打完这个视频电话之后呢，他们一下就消失了。所以从这里面来看，这个释迦牟尼就是整个宇宙中最厉害的佛之一所有的宇宙人都来敬拜他。而像他这种的32相金色皮肤转轮圣王这个种族，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像宇宙的智慧生物，像我们人类一样，传送宇宙的真理，也就是佛法，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与世无争，充满和平和爱。宇宙里面有一个更高级的种族他们的目的就是向这个宇宙播种文明，然后让他们相互爱。这么做肯定是有目的的根据各种 UFO 文件里面记载，他们就是想要把人类这种智慧种族的意识升级，然后跟他们思维相互连接，最后形成一个宇宙上的整体。好像是这个上线的人越多整个宇宙他们这个种族的整体的意识就会越强大，然后整个宇宙就不会走向毁灭。这个非常有意思我建议大家去看一下我讲过的释迦牟尼全集你就知道释迦牟尼他来地球是有原因的。他一开始他就不是地球人，
这个也是在佛经里面讲的，大家去看一下。还有一集我也讲过就是三角形的宇宙飞船在阿兹特克被西班牙征服灭亡之前，10年之前也出现在阿兹特克上空，停了1年。这些一切都是有联系的。更多的秘密，欢迎大家加入我的会员，看一下这个宇宙的真理。点击 YouTube 的加入，或者是哔哩哔哩的充电，选择太阳系护法，就可以看到所有的故事影片。下一集会员还有更加厉害的故事全都是我原创翻了无数资料写出来的。感谢大家支持，别忘用 Surfshark 保护我们的网络安全。我们下期再见。